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觉得为什么会有人主动去住凶宅呢？是因为刺激，还是因为活腻了？当然还有喜欢作死的，但其实啊还有一种原因，那就是穷。而这一家六口为了不流浪街头，搬来了最便宜的凶宅，这最便宜啊，闹鬼自然就最凶了。果然当晚就发生了诡异的事情，怂姐给怂弟脱完衣服，转眼衣服就不见了。这时怂姐听到厕所有声音，打开一看，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爷爷正拿着怂弟的衣服坐在马桶上思考人生。怂姐想劝爷爷离开，突然怂弟房间的门被猛地关上，怂姐想要打开房门，却怎么也拧不动。着急的他从门缝处查看里面的情况，只见怂弟蜷缩在角落里，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。突然一只几十年没剪指甲的脚出现，吓得怂姐赶紧喊来父母。最终父亲猛地撞开了门，谁知进屋一看，怂弟正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台上。幸好父亲反应及时，将怂弟抱了下来。然而刚松了一口气的这家人还不知道调调已经盯上了他们。第二天，怂弟在客厅看动画片，电视里突然出现一个老太太，这老太太就像是能看到怂弟一样，哎呀，看小伙子你这么帅，进来交个朋友怎么样啊？结果怂弟一听，这么老不正经吗？赶紧关掉了电视。谁知动画片不见了，真正的调调出现了。怂弟透过电视剧的反射，清楚地看到了身后躺椅上出现了一只佝偻着背的老调调。可等他回过头去，啥也没有。怂弟再看向电视，调调依然在。就在怂弟吓得差点叫妈妈时，一双鬼手带走了他。怂弟失踪了，一家人赶紧找啊，结果呀，警也报了，周围也找遍了，就是没有找到怂弟。晚上怂姐正 emo 呢，突然电话就响了。怂姐吓得可不轻啊，不是因为铃声大，而是因为这电话线是断的呀。好家伙，这能是谁打来的？怂姐还是鼓起勇气接了，谁知对面传来了怂弟的声音，姐来救我呀。怂姐刚想问怂弟在哪，下一秒就听见怂弟尖叫的声音从隔壁传了过来。怂姐赶紧喊上家人们向着隔壁冲啊。这时一个好心的邻居提醒他们，隔壁已经几十年没人住过了，你们确定怂弟在里边？虽说如此，但人家毕竟是儿子丢了，你说不去找吧，显得不近人情不是？就这样，父亲又撞开了大门，一家人大摇大摆的走了进去。这私闯民宅可是犯法的呀，更别说私闯调哥的家了，这不妥妥的送上门来的人头吗？友情提示，在凶宅里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你看，这是个小孩子的身影吧？下一秒长成了长发飘飘的调调了。咱就说看到这种事那就赶紧溜呗。怂姐就不，她非要掀开窗帘看看，结果呢就被调调抓住了胳膊，吓得怂姐哇哇大叫。门外的家人赶紧跑进来，在掀开窗帘啥也没有以后，得了，这下儿子还没找到呢，女儿又给吓得够呛了。你以为调调会善罢甘休吗？显然不会的。第二天，被吓得萎靡不振的怂姐忽然听到厨房里传来一阵口哨声，怂姐通过玻璃看去，我次是调调。可永远不长记性的怂姐好奇心开始作祟了，她缓缓打开门，发现竟然是患了阿尔兹海默症的爷爷正在做饭。怂姐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了，她再次关上门，从玻璃看去，这不就是调调吗？就在怂姐疑惑时，爷爷突然站在了眼前，着实把怂姐吓了一跳。可谁知更可怕的还在后头呢，只听爷爷嘴里竟然发出了怂弟的声音，姐救我。怂姐一脸惊恐，吓得愣是不敢动弹。这时屋外断了线的电话再次响起，爷爷被惊得一个晃神醒了过来。这怂姐害怕呀，硬着头皮从爷爷身边溜走，拿起电话一听，又是怂弟的声音。怂弟依旧说他在隔壁。怂姐一听这话不淡定了，这不耍人玩吗？昨天他找了半天怂弟也没见着，倒是自己被调调吓得够呛，现在又说在隔壁。怂姐倒要看看这大白天的调调还敢出来吗？可等他飞速跑到隔壁门口，发现门竟然自动打开了，看来这调调还挺懂礼貌。怂姐没有犹豫，再次走了进去，呼喊着怂弟的名字。这时落地摆钟的声音响起，怂姐猛地看到一只小手从里面伸出，她赶紧砸开玻璃，果然怂弟就在里边。怂弟可算是找到了，这下怂姐一家人松了口气，甚至还奢侈的请来了医生给怂弟检查。最后得知怂弟并没有受伤，只是因为惊吓过度，暂时不会说话了。不得不说呀，这调调是真能处啊，这带走的人还能给完好无损的送回来，调品确实不错呀。然而怂姐一家不会知道，这可不是调调好心呢，而是为了杀死他们全家憋的大招。这不，当晚调调就找来了。半夜12点，家里的电灯突然熄灭，一旁的缝纫机自动运作起来。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啊！父亲拿起手电筒查看，果然一只长发调调闪现，吓得父亲大叫着退出房间。与此同时，正在厨房里的怂姐想要离开，却发现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锁住了。这时他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东西在靠近，果然回头看去，长发调调已经转移到了这里，甚至朝着怂姐一步步走去。怂姐吓得大声呼救，好在家人及时打碎玻璃，在调调伸出鬼手的瞬间将怂姐救了出去。一家人被吓得聚在了一起，可调调却
不敢出现了，看来这也是个欺软怕硬的呀。当晚吓到崩溃的一家人挤在一起睡了一觉，第二天赶紧找来了当地有名的驱魔师。这是一对母女，女儿虽然患有残疾，但却能天生感应到吊嘎的存在，并能传达吊嘎的想法，而母亲则负责辅助。简单来说啊，就是念念圣经，安抚一下被害人。很快，怂姐一家人就将两人请来，当晚就进行了驱魔仪式。谁知身有残疾的驱魔师女儿一进家门就感应到了吊嘎的存在，不停地吹着哨子，这声音尖利刺耳，没一会儿就听得吊嘎不耐烦了。好家伙，比我叫的都难听啊！于是上了驱魔师女儿的身，只见女儿缓缓从轮椅上漂浮起来，以一种诡异的姿势飘到了响铃的电话旁。吊嘎拿起电话接通，谁知对方骂的太难听了，直接把吊嘎骂哭了。果然被惹怒的吊嘎发出凄厉的惨叫，周围的家具全部都不受控制的摔在地上，怂姐一家人吓得是瑟瑟发抖。这时因为施展大招有些累的吊嘎坐在了躺椅上，一旁看了半天戏的驱魔师试图和吊嘎谈话，让他离开自己女儿的身体，谁知吊嘎非但不听，还一个弹指将怂姐的家人全部控制在身边，紧接着就朝着年龄最小的怂弟飘来。危急关头，驱魔师将怂弟护在身后，拿出圣经开始念，语速是平时的30倍。可这只道行颇深的吊嘎怎么会被圣经影响呢？直接将驱魔师震得跪在地上，口里不断吐黑血。扫清一切障碍之后，吊嘎抓住了怂弟。就在他想要带走怂弟时，拼命挣脱控制的父亲抱着吊嘎从窗户处冲了下去，然后世界安静了。而父亲因为救儿子死了，最后怂姐一家人搬离了这座房子，彻底摆脱了吊嘎的控制。那么大家猜一下，吊嘎死了吗？让我们再次回到凶宅，只见空旷的房间内，略显突兀的躺椅再次摇晃起来，最后伴随着电话铃声的响起，影片结束。很明显，吊嘎并没有死，他会在这里安静的等待下一户因为穷而搬进来的人家。Goodbye everyone。